第四个主题，客家文化行出一条路，唔係講咱客家嘅母語運動，甲講開始哦。客家文化，咱吐蕃方言，佢心心念念，因為佢係跨越語言的這個世代作家啦。對客家嘅客法，又話變日文，又話變這個法語、中文，每下佢。因為佢寫作清太嘅安慰，就是得用咱自家嘅客法、自家母語來創作，所以咱今日仲係堅持信心。嘛，雖然講咱引領客家母語運動一個動態嘅一個基於咱嚟進行，每下嘅客家母語運動本期，因為咱嘅行動一定也個影響力也個較大的，所以佢講像。番薯施舍這件事情，王志炎先生，咱甲他開始都想，不過甲他用那件事啊，雖然講語言的這個轉換，尤其咱客法用那件事嘛個業，個又有四海太平個問題，菜中同咱行通這件事情有清太個難題，不過是唔得講難題都不用拍啦，所以咱抗議硬講係女性，都係一件事情，硬講都對啦，吼。女性行出一條路哦，咱都先來看，咱吐蕃方言，佢個作品底度，當生氣啦，吼。佢講，雖然講係用法語寫嘅，吼，咱來看，他說染上拂曉的顏色，嘴唇淡紅，以醒來的手指撫摸，柔軟而可愛的。活着的嘴唇，人類唯一的嘴唇，敘述生涯常常體驗的唯一嘴唇。他後來又引用了聖經的一段，那最精彩是佢講，春晨，我在睡醒的枕上輕輕撫摸嘴唇，撫摸着今天還沒有語言來找的嘴唇。要懂生氣啊，能講法一懂刺眼啊，佢一九選佢想加九選。我到底要用日文？今天要日文開始我的嘴唇，還是要用客家話，還是要用華語？我們沒有經過那樣子被語言霸凌的時代，我們可能很難體會。我們就很自然，一打開目就講法都講客法，無都講法語，也講像其他好多朋友啦，也講原住民朋友。所以等於講，也就是東南腔的一個紫色，那個時代對於一個被剝奪聲音的人來講，他說今天早上糟糕，還沒有語言來找我的嘴唇，他沒有辦法發聲，所以就是說，這也呼應到第一個主題的聲音。也都係做乜嘅記不要按堅強、按強烈來嘅聲音，就是講，我一天要用我自家嘅客法、自家嘅母語來做創作。還有虛構啊。然而能看見的生命，一切形而下的指引，生時都是虛弱的。雖然留下圖像或照片，但英雄美女、鮮花都不能免於枯萎。過來佢講，只有語言，你被寫成後得到的生命，會死也會永生。虛構，但鬼斧神工的虛構是活生生的。決定你的生與死的是什麼力量呢？葉秀新來講，佢是土家嘅文史地度講但丁的神曲，但丁的神曲被翻作當到某腔過來語言，他活下來了，他真正的是有生命。你佢講過去那些什麼英雄美女啊，佢得發錯啊，千枚咗冇拍嚟，唔過。語言那種東西，佢寫出來了，佢有生命了。就算佢底度有鬥來鬥去，所謂的虛構那件事情，佢嘛係上嘅，佢咪死拍來。所以佢亞普文佢又更強調，決定你的生與死的是什麼東西，是什麼力量。所以佢對語言係追求，佢認為也將係進行永恆的。可以到達永恆的一個生命的表現，也部分
也係講嘅，他對於其實也是一個哲學、一個哲學嘅一個想法，就看當面、看當前，語言一件事情，佢一生也追求母語創造一件事情，所以能夠上下來個看道路，留下語言，語言是道路，將道路留下來吧，無形機的道路，開拓它，以你的語言將方向和世界。那些隨即到來的，為了想了解這些真相的，以所有的力量向前推進，留下語言的道路吧。這個好像是像一個宣誓，一種宣言。我都一天也用對呀安尼行，我頭擺行一趟咧，兩項運動。像我哋兩下教委會啦，吼，教育部都有研究，講用那隻事啦，吼，用語言來寫中一件事情。我相信上好比土盤房嘅個行較幸福，因為每下教委會成立了後，能當到專家學者吼來研究一件事情，本來能寫作嘅人。又有較多是在挖考吼，也都專家學者嘅研究出來嘅用詞，能使得個較輕鬆來向前推進。所以套路，我認為土盤房嘅佢個性咧，唔過我相信佢聽當翻譯，能也都一台一台也都作家，將能嘅客家母語使得越寫越好，世界。該文學行出去一條退路啦，吼！接下來個看含笑法，吼，含笑法上耳對人客家從下填講啦，吼也發言抓不中啊一種法，吼！啊，人家手機都漸漸用，自家都用客話來寫咯，吼！含笑法芬芳，就本來嘅含笑法，有來過我嘅房間，兩沙鄉下十三川。兩沙鄉下祈禱，兩沙鄉下一散步，兩沙鄉下水木，山上嘅含笑花，甜甜香香難捱。我家唔是檀香花，我唔是檀愛心，嗬。人小來講哦，佢。竟然自家用人客話來寫出來吼，啊當然佢也少嘛係像老公啦吼，安尼啊杜醫師哦，杜慶壽醫師跟頭擺嘅身法，相當也都過去身法來種種哦，其實也少哦有愛來，嘛有人客家，哦也愛唔單唱講係對杜醫師，當然對人語言。也講對人來下一代文化也都像一首作品嘛青島人當好讀嘅一首作品和人個來看青梅一首了又講土改會嘅時節，土改會又講看見講眼皮，心是歡喜快樂有希望，講食材好東西。又講土改會嘅時節，有希望，有喜樂，有安慰。我愛做最先去點講嘅人，我因為愛點講，比乜啥都較強。走上走下，路路碌碌。我受到想講佢啊個抗議作品啲比較進行到一個較成熟吼，較完整。嘛有較有美術嘅一首嘅作品嚟吼，所以也受也按當然來講吼，嘛係當本大家當好來讀嘅一首，佢唔單止讀啲都表現嘅一個信仰，嘛同啲客家精神，還有佢工人嘅熱情，佢講佢最後先去點講，為到啊點講啊，佢啊走上走下，安尼路路都唔怕。也算講正經係佢作為一個客家詩人吼，當創業嘅一首作品。剛剛還記得吼，鍾肇政長老來講吼，他是對佢，因為剛剛一般都寫信啦。長老對土盤房嘅佢較按堅信來行客家文化一件事情。
用客家文字来写重要一件事情，佢有到想法。我认为呀，谈想法，嘛对咱所有同客家文学打拼的朋友哦，也嘛不那个想讲，咱个老家吼。中路也好，土盘房价也好，不按那个期待，也不按那个像讲做功课，然后去打拼的事情哦。当然钟兆政吼，咱中路佢都讲啊，因为他们还用法语写讲，女诗人呢是在寻觅客语语词，也在锻炼他们，并且毫无疑问地在下着提炼与锤炼的功夫。过程的艰难，也许在想象之外，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一种语言被提升到文学语言之前的纯度不足的遗憾。客语精致度表达复杂曲折思维的困局，是所有台湾作家诗人的课题哦。咱中路佢提到一个就是讲。身份语言到文学语言也件事情，还有对讲身份语言完全精致化变成文学语言，我相信客委会嘛有看到一点，因为咱身份语言平常都讲有限来了啦，吃饱忙啦，吼，叫下来打拼啦，也都咱身份语言当刺眼当简单。不过作为一个文学家。中路点出一个当重要，伊看到咱土盘房价很认真，想对呀地图请出一条路，吼中路佢讲那条路当然上一代人，到咱亚代人，到下一代人，运动越来越好行，千人种树，开山打那，个山路弯弯曲曲啦。唔係真好行，不過佢係一條路了，一團人，一天又去打邊個，將為下一團人留個較好嘅路，本間合間來行。係像土盤房價，大家意思都係安尼。咱客家文學講對小說像鐘路呀、李巧先生，見到總下自家。咧一粒石頭也講石板啦吼，貼其他地轉了，你下咱也做乜嘅？我相信，土盤房價鐘路李巧先生，基本呢一個方向嘅，開頭也條路開始行咧，唔過完全行出台灣一件事情，係像全係事情。都係人也討厭打拼了哈，所以根本嘢也世界主題來同大家分享。第四個部分頭先恁講到當精彩嘅作品，同恁客家文學也講台灣文學也兩個部分，我相信佢都算係行出世界文學來講，土盤房價嘅作品總係有當優秀值得。拿得出去本人看來嘅作品，尤其佢對咱客家母語文學業嘅堅持行出一條路，佢講佢做一個點講嘅人，咱兩下都討佢點嘅講，雖然講將一拍，不過佢點第一拍嘅講，殺下來都萬人來點了，一殺接一殺。我相信也係一條咱客家文學。是得本世界文學看到嘅清幽講法嘅素材。